今天这期视频我本来是打算讲俄罗斯对 LGBT 群体的态度30年来的转变，从1993年同性恋非形式化到2023年将 LGBT 群体直接定义为极端组织。本来是想讲这个的，但是刚好前2天中国网信办发布了一条消息，大力整治宣扬鼓吹不婚不育、反婚反育等不良价值观，挑动男女性别对立，渲染婚姻恐惧、生育焦虑等突出问题，恶意挑动负面情绪。耳不耳熟？你们想到了什么？从前有农民工恶意讨薪，今年有锦偿外企恶意补偿。汉语大词典里面收录了近6万多个汉字，他们连词都懒得换。回头想想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俄罗斯车臣迫害 LGBT 群体和我们最近的清朗活动，这看似毫不相关的政策背后，底层逻辑好像都是一样的。什么逻辑呢？关于权力如何在关键时刻制造敌人。2017年，俄罗斯独立报披露，车臣秘密警察在抓捕疑似同性恋男性，关押在秘密监狱中实施酷刑甚至处决。人权组织记录了至少有100人被拘留，至少3个人死亡。卡德罗夫的回应是什么呢？车臣没有同性恋，如果有这种人，他们的家族会自己处理掉他们。你们觉得这像什么？我觉得这是公权力授权的人类清洗。那么车臣为什么会选择 LGBT 群体呢？因为车臣需要向莫斯科证明自己的忠诚，需要向保守的穆斯林社会展示自己是传统价值的捍卫者。而此时的 LGBT 群体就成了完美的祭品，他们人数少，他们隐蔽，他们没有力量反抗。不过我觉得车臣应该算是俄罗斯整体趋势的一个极端版本。俄罗斯的情况是什么呢？1993年俄罗斯非形式化同性恋，当然这个只是为了加入欧洲委员会的形式操作，因为没有公开辩论，也没有社会共识，也没有教育普及。这个事情呢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非常好理解，因为咱们也这么操作过。当年中国申请加入 WTO 的时候，也是承诺过要保护劳工的权益，成立工会，减少国有企业占比，提供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保障。这里面包括了承诺给企业员工双休。是的，我们的双休是因为咱们要加入 WTO 才有的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很多2、3线城市一直是没有双休或者是大小周。但是监管部门呢，很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基本上处于无人监管，因为这本来也不是他们想要给的。说回俄罗斯，俄罗斯从90年代到2000年代初，还是有一段比较开放的时期的。他们有同志大游行，还有一些同性恋酒吧。直到2013年，同性恋宣传法通过。什么是同性恋宣传法呢？这部法律规定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非传统性关系。这里面的宣传被定义的非常广泛，其中包括了向未成年人提供关于同性恋关系的信息，公开表达对同性恋关系的正面看法，在媒体、网络、公共场合展示支持 LGBT 群体的标语或活动，举办可能被认定为推广同性恋的公共活动，违法者可能会被罚款。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呢，你可能会面临着拘留或者会驱逐出境。再看2022年，真正的转折点来了。这一年发生了什么？俄乌战争。当年普京可是计划10天之内入侵乌克兰，然后在2022年8月前吞并乌克兰的首都。当然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这场战争直到2026年的现在都还没有结束。面对国内的压力，俄罗斯在2022年扩大了反同性恋法，2023年将国际 LGBT 组织定义为极端组织。现在的俄罗斯，如果你认定你是LGBT 的身份，你就可能会被视为参与极端组织，然后面临2到10年的监禁。从1993年到2023年，30年，一个完美的闭环。国际上也有很多的声音说是这些措施是普京对保守派的一些安抚，是对战争失败的一个转移注意力。毕竟当权力无法赢得战争，无法提振经济的时候，他需要一个国内敌人来解释失败，来巩固支持。所以咱们回到中国网信办这个事情，我脑子立刻想到的就是我们在寻找，或者说我们在制造一个敌人嘛。当然我觉得中国不大可能会去找 LGBT 群体作为目标的，毕竟这个人群虽然数量其实挺庞大的，但是非常的隐蔽。咱们也不像俄罗斯有比较强的宗教背景可以让它政治化，并且也没有办法服务于当下我们最焦虑的一个问题——人口危机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你不好界定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，但是你应该比较好的去调查一个女人有没有生孩子。
中央网信办的文件说的是整治宣扬鼓吹不婚不育、反婚反育等不良价值观，这也不是法律的颁布，也没有说不生孩子就是犯罪。但是谁来定义宣扬？谁来定义不良价值观？什么叫做生育焦虑呢？我普及生育损伤算不算渲染生育焦虑？我阐述法律对女性的不平等算不算反婚反育？是谁在定义公共讨论就是负面情绪？中国的出生率从2016年的13.57跌至2025年的5.63，下降了58.5个百分点，接近腰斩。背后的原因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，房价、996、育儿成本、性别不平等。但是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、结构性改革，成本太高了。但是咱们换一个思路呢？如果这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导向呢？你们年轻人啊，就是被网上的那些污言秽语给污染。咱们中国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呢，多子多福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祖训呢。我们是最能吃苦的民族，这可比制定政策便宜且容易多了。所以我们要相信后人的智慧。我们对比两个 pattern， 俄罗斯车臣面对的问题是战争困境、经济制裁、政权合法性；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人口危机、经济放缓、社会焦虑。他们选择的敌人是 LGBT 群体，我们选择目标是不婚不育等话题。他们的包装话语是西方腐败、传统价值观、道德沦丧，我们的是负面情绪、价值观偏差、婚姻恐惧。他们的手段是从话语打压到法律的镇压，我们现在暂时的手段是网络话语整治。相同点就是不解决战争失败、养育成本的问题，而是去寻找一个道德替罪羊。咱们这不是政策的失败，不是这个体制不 work， 也不是谁没有能力，是境外势力，是有部分同志不团结搞破坏。寻找敌人可以是一群人，也可以是一种话语。当然，现在俄罗斯已经走向非常极端的状态了，他们在清洗迫害 LGBT 人群，而我们目前呢，只是在做话语整治。虽然我们是话语管控，但是历史告诉我们，从话语打压到群体性压迫，这条路可以走得非常快。在俄罗斯，2013年只是限制宣传，10年后就把身份认同定义为了犯罪。当然，我个人认为，我们还是不太会像俄罗斯那样极端，处决 LGBT 群体啦，或者说将不生育的女性作为罪犯啦，或者拉着女性去强制生育啦，应该不会吧？我想说的是，在制造敌人这个逻辑下，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。今天可以是不婚不育的宣传，明天可能就是躺平的年轻人，后天就是对找不到工作的抱怨。它可以是任何一个权力不想听到的声音，将结构性问题归咎为某个群体或者是某一种话语。这种模式一旦启动，将一发不可收拾。毕竟，当公权力用压制讨论代替解决问题，用道德审判代替结构改革，用制造正能量代替面对真实矛盾的时候，我们终将一个个变成时代的棋子。